比特币真是太令人失望了。之前美股因为衰退恐慌跌，比特币跟着跌；现在美股利好暴涨，比特币还是继续跌。这种低端走势，是个头脑清楚的散户都会怀疑比特币牛市到底还在不在。所以我们来看看机构怎么做。基金巨头 Millennial 抛售比特币现货 ETF， 持股净值大减45%。完了，好像有点不乐观。Hello， 大家好，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我们每个礼拜用20分钟的时间，带你整理上星期加密货币市场最重要的焦点新闻，以及接下来这一周你不容错过的时间以及关键币种。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美股因利好暴涨，但比特币失守5.8万美元。这个是上个礼拜四的时候，美国因为总经数据 PPI 的利好，就是所有人原本不是还在担心经济衰退吗？现在发现，这个经济衰退的几率应该是比较低了，所以美股指数就是齐升的大涨。但是呢，比特币却在前一天涨到6万1之后，随即大跌到接近5万6千美元大关哦。当下如果你有在币圈社群的话，一定是听到又是哀鸿遍野啊。我们看数据，美国7月的零售销售支出较上季成长了1% 到7000多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消费者跟劳动市场依然强劲，缓解了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美股持续上涨，各个指数涨了1%到2%多，甚至标普500连续6天上涨的情况，加密货币市场却未能获得动力，甚至跌到8月初市场恐慌以来的最低标准哦。然后部分社群朋友就很恐慌了，美股跌，加密货币跟着跌；美股大涨，加密货币继续跌。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边 PA News 的新闻有整理一下啊。他说，就目前而言，这个迅速的下跌似乎找不到太明显的原因。因为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本身是利好宏观的市场，所以比特币这次下跌，我们没有办法用总经的因素来解释。所以有部分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杠杆的多头比特币期货跟稳定币的需求下降，才导致了比特币价格下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可以拆解成2个部分哦。第一个是原本比特币上涨的动力是许多人在这个市场里面做多，甚至是杠杆做多。那这个做多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看好美国在9月份的降息的时候，有1半的几率以上会连续降息2码。上个礼拜的周报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美国降息2码的几率是有高达50%。但是随着总经数据是利好，这个降息需要救市的幅度可以小很多，所以现在大家认为降息1码，也就是25个基点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哦，有高达75%的几率9月份只会降息1码。你看这个降息的事情，原本是降息就是好事，现在呢，只要没有办法降息2码，可能短期来说，对比特币市场来说，竟然就是坏事。这个短期来说，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其实就跌了2天之后，目前我录制的时候是稍微的回升哦。这可能是原因之一。那原因之二呢，是个去杠杆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比特币现在交易所的永续合约的资金费率上面，资金费率，如果你是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员，尤其是合约交易员，你就知道，因为我们的永续合约它是一个没有到期的合约，所以你必须要透过资金费率的概念，在多方太多的时候，让多方付资金费率给空方，反之亦然的模式，才能维持这个合约价格跟现货的价格不会脱离太远。那大部分的时候呢，在加密货币市场的投资人都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市场，所以你可以看到 BTC 持仓的加权资金费率一直以来几乎都是绿的，就是正的，也就是做多的人比较多，做多的人要支付费率给做空的人。而只有在零星偶尔非常恐慌的时候，会做多的人非常少，让空方的人是需要支付资金费率给多方的人哦。那上一次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8月5号，就是萨姆规则那段时间的恐慌。而上个礼拜四呢，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各大交易所上面的资金费率来到了最近几个月来甚至的最低的低点，意味着2个可能啊。第一个是许多杠杆做多的投资人，他们爆仓了或者平仓了。或者做空的人在这段时间是非常的多，这背后还有另一个比较少人提到的原因啊，是因为在上星期五，也就是8月16号的时候，比特币在期权市场有高达14亿美元的比特币的期权会到期。如果说比特币在这段时间有跌超过5万6千美元的支撑线的话，那连续卖出的骨牌效应可能就会发生，导致比特币可能会跌得更严重哦。所以这段时间做多人也才会更加谨慎哦。不过像我们录制的时间，现在资金费率已经翻正了，比特币现在也是涨到5万8、5万9以上了。这个短期的利空因素有可能是已经消化掉了。既然如此，我们就来看一下比较中长线的投资。最近在比特币在这个震荡下跌的行情，其实无论是在社群或者一些留言区，我可以看到很多的生气的网友们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哇，在这个比特币跌成这样的一个时期，你们还继续这样子看好比特币，根本就是韭菜的行为。在这段时间买比特币的人都是韭菜。比特币在 Q2 的表现不佳，让很多人在这段时间对这个市场的信心是逐渐的下降了。
那正好呢，这个礼拜很多的基金的这个财报就出来了，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这些机构投资人都在做什么事情。这边 The Block 的报道，Here's how hedge funds played spot Bitcoin ETFs in Q2。这些对冲基金在第二季的时候是如何去布置他们的比特币现货 ETF 的。那这边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不晓得大家看到今天这支影片的缩图还是标题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我们是写33%的机构投资人在卖出比特币。听起来是一个很悲观的事情，对吧？我们一开始提到了避险基金巨头 Millennium， 他们也在抛售比特币现货 ETF， 而这件事情是事实，我没有在造谣。听起来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我放了一点小小心机哦，因为我发现过去几个礼拜，很多时候我如果在缩图的时候太过于看好比特币后市，不晓得是狙击还是我本身是个韭菜还是怎么样，市场通常就不会如我们的标题预期的下跌啊。反而呢是有几次我如果说市场好像要恐慌了还是怎么样子，接下来市场就会迎来反弹。所以呢，当我看到这样的新闻，3%的机构投资人现在正在持续持有或者是买进更多的比特币现货 ETF， 我就想到了我绝对不能这样写。我如果在标题上面写说66%的机构是在继续持有或者是加码比特币现货 ETF， 这样绝对不行。我就要反过来写，33%的人在卖出啊。我们看这篇 Cointelegraph 的新闻。Over 44% of asset managers 44%的这些资金管理人，他们增持了比特币现货 ETF 的持币，22%是继续持有没有动。根据 Bitwise 的投资长，他说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结果，因为这说明有2/3的所有机构投资人，他们不是持续持有，就是在低位加码。这位 Bitwise 的 CEO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管理资金超过1亿美元的机构级投资人，他们在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刚开始可以买的第一个 quarter 所花的钱，只是一个所谓的 down payment， 就头期款的概念啊。经过6个月之后的初始投资，这些公司开始会告诉他们的所有的客户，这个投资的资金可以落在他们到1到5%的 portfolio 里面。他说到，比特币现货 ETF 最棒的事情就是他们为这些专业级的投资人敞开了一扇可以大量买进的大门。为什么需要这个大门呢？因为有些人是巨人，他们没有大门走不进来啊。什么样的投资银行是巨人呢？ Goldman Sachs 揭露他现在有高达4亿美元以上的比特币现货 ETF，Morgan Stanley 也有接近2亿美元左右。所以有些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从主流媒体获得的资讯，有时候不见得就是真正事情的全貌。然后，尤其是我现在在做周报，真的是深深体会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姑且不说有一些媒体会做假消息、假新闻，或者是不查证新闻就把它爆出来，即使他今天说出来的都是真的，也很难免不会受到他自己的主流的观点的影响。这个无论是媒体或自媒体，都难免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如果我今天就是完全的不看好比特币，我可能会看到一些有机构买比特币的新闻，我也会选择性的失忆，就单纯从那些33%在卖比特币现货 ETF 的机构挑出来讲就好。而当现在比特币是在一个下跌的市场，像这样子看空的言论就会被更多的演算法去推算到，那这个其实就是市场有趣的地方了。我们作为散户朋友就更容易看到现在市场怎么走就怎么样的消息。所以这个礼拜的影片，我想反其道而行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个下跌的市场当中，到底是谁在大举买比特币？这个是来自 Glassnode 的一个报道，被 Blockbeat 整理成中文我们直接看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张图，就是他发现现在这个长期持有者的持仓。这个是 Glassnode 上面 Total Supply Hold by Long-Term Holder， 长期持有者是这个橘色这一条，黑色是比特币的币价。你会发现从7月下旬开始，长期持有者在买进比特币的速度是直线的在上升而且尽管是在7月底到8月这一波有一个经济萧条的恐慌存在，长期持有者的买进依然是没有停下来我们在 Glassnode 的另一张图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亏损卖出的人，基本上99%都是短线的投资人。长期持币者在最近这1-2个月，无论比特币是在上涨还是下跌，这样就震荡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是在持续买币还有谁也在现在投入比特币市场呢？比特币矿工矿工投降后加足马力，全网算力创新高，比特币价格即将触底。这个区块客引用了 CoinDesk 的数据报道他说矿工的抛售潮呢，在上个礼拜达到高峰。光是8月5号当天，他们就卖掉了 1.5 万枚比特币。不过，随着卖压宣泄，目前已经告一个段落。矿工在投降后也开足马力的继续挖矿。报道认为，比特币价格触底的讯号已经浮现触底的讯号到底浮现了没？我们放一边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我们说在比特币价格减半的时候，通常这个大矿工他们要压币价，让这些小矿工退出嘛。小矿工退出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全网的算力应该是下降。而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你可以看到，从今年5月的时候，这种比特币减半，全网的算力是持续的下跌到7月多，就跟前几轮周期一样
而在最近几天，全网说内开始急速的回升，无论币价的涨跌。根据这个报道的分析师认为，这个是比特币触底的讯号已经出现了，所以矿工开始大举买进了。他们买进的当然不只是比特币，还有矿机。这边反映的当然不是他们买了多少比特币，而是他们买了多少矿机。但是你可以理解，这个就是长期来说看好比特币的一个讯号。不过呢，在看到这个数据，我们刚刚说底部讯号已经出现这件事情，我们先放一边。是因为我们光是看到全网的算力回升，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现在是小的矿工他们终究是活下来了，只有大矿工可能想要再杀他们，还是说现在已经机构的资金认为现在这些散户挖矿者都已经退出了，我们可以大举买进了呢？这一篇新闻我们也许可以略窥一二啊。全美最大的矿器 Marathon 宣布了他们的 HODL 策略，额外购买了1亿美元的比特币啊。你看，他们这个本来就是长期最看好比特币的公司，就是挖矿的公司。他们现在宣布啊，不止他们将会全面持有挖出了比特币，就他们挖了比特币，但他们不卖，他还要额外购买了1亿美元的比特币。目前在他的资产负债表上面持有超过2万颗的比特币，更甚至他们还效仿微策略，将要发行2.5亿美元的可转债，再买进比特币。让 Michael Saylor 都不禁留言表示说，每个公司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比特币的战略储备。这个新闻非常的特别啊，怎么说呢？因为如果你去看过去几轮的比特币的比较长周期的涨跌，这些大型的矿场在做什么事情，往往都影响重大。当矿工在大量抛售的时候，通常比特币的价格是没有办法涨得多高；而当矿工停止抛售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比特币价格上涨期即将到来了。而现在全美最大的这个矿工企业不但没有要抛售比特币，他们还效法微策略做这样的事。姑且不说它是不是一个比特币触底的指标，我只能说他们真的是非常大胆在 all in 比特币哦。在我们看到2年内第一次这个 Key Bitcoin Bull Signal 关键的比特币牛市讯号闪现，之前闪现这个讯号的时候，比特币都会翻1倍哦。这个是一个推特上的分析师叫做 Cortus， 他分享了一个他是在看全球的货币流通量跟比特币关系的一个指标。他把它称为 MSI 指标啊。他提到，在过去的1个月内呢，日本银行已经印了超过4亿美元，而中国央行呢也印了接近1亿美元的资金到全球的 Money Base 里面。而这段时间，这个全球的货币体量已经增加了1.2兆美元。而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下面的3条红绿相交的线啊。在过去每一次，如果3个都是从一段红之后翻绿，比特币就上涨；一段红之后翻绿，比特币就上涨。等于说是预期了，当现在全球的货币发行量要即将的大量的印钞到市场上，那比特币的上涨几率就会高得非常多。不过这位分析师 Carter 也表示，这个只是一个讯号的刚出现。如果比特币真的想要翻倍到12万美元一颗，美元的这个指数呢，需要跌到超过101，就是美元要继续的印出来。美元印钞，通常美元指数会下降嘛，那就是市场上的水变多，市场上的钱变多，然后推升比特币上涨。因为这件事情呢，会把全球的货币 M2 推升到120兆美元，在这一次的周期那当然，我们知道 Carter 这个概念有点像，只要是降息的话，可能就是利好风险市场；如果是一段时间的降息的话，那可能这段时间就会有比特币牛市的概念。但是经过这2个礼拜，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现在这个降息的周期市场是软着陆的话，那可能就会对美股比特币都是好的。可是如果直接就真的进入如萨姆规则所预言的经济衰退的话呢，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在2000年跟2008年，当时都是开启了一段时间的降息，美股是开始跌的，而在这2个时间，比特币都还没有问世。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感受到市场是有理由乐观的同时，还是要保持得非常谨慎现在我们看到间接持有比特币，南韩退休基金第2季买进了3370万美元的微策略股票。我们都知道微策略股票现在基本上就是开了杠杆的比特币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新闻直接理解成南韩的退休基金也开始买比特币了。事实上，我们大概在我不知道是半年前还是多久以前，我们就已经有提到说，美国的第一个退休基金，当时应该是 Wisconsin 他们那个州的退休基金开始布置了比特币的部位。然后我们当然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bullish 的一个讯号。因为退休基金在众人的眼里就应该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一笔投资的资金嘛，你总不能把退休资金拿去赌博等等的。但是呢，现在退休基金也知道说，适度的配置比特币不是 all in 适度的配置是会对他们整个一个基金的表现是稳健的成长的趋势。而这意味深远的不只是这些机构投资人开始认为比特币是一个可以长期投资的资产，另一个重要的事情也是，这些退休资金通常手上的钱都蛮多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第3个可能性啊，就是当一个退休基金开始买比特币之后，其他国家的大退休基金可能也会跟上哦。现在南韩跟上了，美国的纽泽西啊，具体来说是这个 Jersey City 泽西市，也表示了他们城市的退休基金有兴趣投进比特币现货 ETF， 并且他表示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跟 SEC 在执行这些 paperwork 哦，预期呢在这个夏天结束之后，美国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退休基金也有可能会进到比特币现货市场。另外呢，还有这个很有趣的新闻哦，2024年上半年，这个叫做挪威的国家哦，增加了它的比特币的 exposure， 他们的主权基金买币了啊，透过这一档投资呢，现在你可以换算这550万个挪威公民平均一个人是持有$27的比特币哦，很酷，这主权基金也进来买币了。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觉得你在 Q2 的时候还是持续的低点买进比特币，你就像个韭菜一样的话呢？不用担心哦，因为我们可以从链上数据发现，现在一直在买币的人，除了你我以外，还有2/3的机构投资人，还有南韩的退休基金、挪威的主权基金、高盛还有摩根士丹利等等的华尔街巨头啊。所以你说短期来说，他们有没有蒙受账面上的亏损？肯定是有的。但是长期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很坚定在做自己做的事情。像我们看到 Tether mint 了$10亿的 USDT 在以太坊上面，这个叫 Cumberland 是他们主要的这个 mint 的人啊。这个上个礼拜如果你有看链上数据的话，你会发现 Tether 又印钱了，就是 USDT 的发行商，他又发行了$10亿的 USDT。那这个呢，在牛市通常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息，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几次呢，每次 Tether 在以太坊上面印钱，像这个是去年的12月4号的时候，比特币就直接在涨。在12月底1月的时候呢，比特币也直接在涨上去，所以这个通常会是一个大的消息哦。那这次我们也发现到说，这个跟 Tether 买 USDT 的人是这个叫 Cumberland 的一个机构啊。那这边之前的新闻有报道过，他在加密货币市场中扮演的主要角色是跟 Tether 买 USDT 之外，他是币安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做市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偏币圈的机构资金。通常对我们来说，在交易所，如果你要注入稳定币的话，可能就是这些人要在里面去，无论是做交易或者是买币，是个利好的行为。相反，如果有人转比特币进交易所的话，可能会是利空行为啊。而最近这样的利空行为有没有呢？持续都有啊。这个 Arkham 上面的数据 ，Mt. Gox 的相关钱包再度发生异动，有可能会是 BitGo 要进行还款前的测试交易。上个礼拜2的时候呢，一个之前有收到过 Mt. Gox 交易所$21亿的比特币钱包发生了异动，出现一笔疑似为加密货币托管商 BitGo 进行 Mt. Gox 还款作业前的测试交易。基本上这个概念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当 Mt. Gox 今天要还款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有大笔的比特币还给大家，那这些人都是一个在比特币上面赚到很多钱的人，他们可能就会适时的出货套利，可能就会砸盘。那即使他不砸盘呢，像这样子的新闻也有可能会造成大家恐慌。那因为这个新闻已经是上个礼拜比较早的时候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新闻出来之后，确实接下来2天比特币是有稍微下跌了一下哦。而实际的还款发生跟资金真的流入到市场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导致币价再一步的下跌，这个是我们都要预期的事情啊。这样完了，灰度专文行销Sui基金挑战以太坊主导地位的下一代区块链 TVL/ 市值比至最低。上个礼拜呢，这个比特币的资产管理巨头灰度推出了2档小型的加密货币基金，一个是Sui，一个是 Tau。那所以呢，之前我访过他们的 founder Evan Chen 影片链就会放在下面说明栏，是一个非常非常 technical， 就是非常非常技术的一条链。他本身是一个台裔美国人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期待看好Sui的生态发展。现在呢，他也成为了少数这个灰度有持有的基金里面的其中一档，期待他后续的发展。那 Tau 呢是一个 AI 相关的币，它是有上架币安。有趣的是，它上架币安的时候刚好它的历史高点，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这样币的走势了。对，但是如果有持有这个币的同学，也可以再回头关注一下。好，本周前瞻的部分，第一个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台币的交易所叫做 Rybit， 他们呢也跟币金一样要停止散户服务了。因为之前我们是有介绍过这个交易所，因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台币入金买入非常优惠的一个交易所，我自己也用了 Rybit 一段时间。但是呢，随着现在台湾对于加密货币的监管越来越完善严厉 ，Rybit 觉得还是只提供法人服务会比较符合他们的成本运作，所以他们宣布会在8月23号开始暂停所有个人用户的平台服务，包括台币入金跟各种的服务。所以如果你有使用 Rybit 的话，记得在8月22号，也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4的晚上之前，就把里面的资金提出去。
要不然之后如果你要再提币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了。用户的资金都是安全的啊，这不是一间诈骗交易所，提醒一下大家。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币安的新币挖矿 Launchpool 上线的第56期项目啊，现在你可以挖这个 TON 代币。这个其实很神奇，因为通常币安的 Launchpool 都是挖还没有发行过的币，那 TON 是已经在市场上有交易量的一个币，所以基本上你这个挖多少，你是可以直接看到 APY 的。所以如果你有 BNB 跟 FTUSD 投入这个 Launchpool 的矿池，你就可以开始挖了。那我们现在录这个时间还有17天可以挖，这个收益率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总之如果你是持币者，不挖白不挖了。好，本周大额解锁的部分，我们看到台北时间礼拜二，这个公链雪崩币Avalanche 的 AVAX 有高达 2.4% 的大额解锁，这个是接近2亿美元的代币啊。那通常有大额解锁的币到市场的时候，可能就会供给量上升，导致价格下跌，或者是项目方有可能会在消息发生之前释出利好消息拉盘。所以 AVX 也是非常主流的两币哦，所以持有的朋友可能不少，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本周前瞻的部分8月22号的台北时间凌晨2点有 FOMC 的会议，以及这个 Jackson Hole 的会议会举行啊。那这个 Jackson Hole 会议是1年1度的全球央行年会，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央行会议之一哦。基本上就会讨论各种国家总经重要的事情。那基本上呢，在历史回测你会发现，在 Jackson Hole 的会议的前后5个交易日，也就是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之间，美股大盘的振幅会放大。那加密货币市场当然也不例外啊。所以如果在这段期间你是持有加密货币仓位的同学，势必也是要在这几天留意一下 Jackson Hole 会议上面美国联准会主席有没有提到什么影响市场见解了。最后呢，再分享2个我们练习生的实体课程啊。这个礼拜六8月24号在下午2点有派网的官方交易员跳跳跟大家分享这个币圈的3大制胜交易心法啊，地点在这边。那这个实体报名有限，如果今天报名满了，大家也可以在线上的报名。那在下一个礼拜呢，倪南猫老师的课程又加开了，3大利好加持却遇到经济衰退的预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哇，这个主题非常有趣耶。在下礼拜8月28号礼拜3的晚上7点，实体的免费课程啊，这个时间有空有兴趣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的朋友，欢迎来听一下倪南猫老师的讲座。没空我们也是有线上的直播啦。然后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讲实话，这几天我看到无论是币圈的社群，或者是各大 KOL， 还有新闻媒体，其实都是对接下来市场行情抱持着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Don't get me wrong， 我现在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态度在看待这个市场，因为毕竟美股下跌的时候，比特币会跌；美股上涨的时候，比特币也会跌。这个时候，在短期的比特币的投资肯定是不能太乐观的。但是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认为自己很难预测短线任何资产的涨跌的投资人的话，你去看一下这些大户的动向、机构的动向、主权基金的动向，甚至矿工的动向，你就会知道，在中长期来说，这些大资本面对比特币市场震荡下跌的行情，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统一而一致的。你觉得他们的买进策略是对的吗？或者他们的策略是适合我们一般人的吗？还是你觉得在今天下跌的市场，你去接刀子就是不对，就是应该等比特币涨回历史高点之后，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投资？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你的看法。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这部影片对我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用我的频道让 YouTube 上这么讲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在底下留言区留言问我。那这样，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